我现在呢是在新发地的白菜交易区。那么现在随着你们眼前这个抱着菜件儿、有点杀马特造型的记者，是13年前在电视台工作的我，而这是13年前的四平、马静和伟伟，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是在第一份电视台的工作中相识。那和《老友记》主角一样幸运的是，因为工作的性质，让我们留下了不少的影像。而那年我们22岁，是《老友记》里主角第1季的年纪，而今年我们35岁。算下来，这是我们友谊的第13季。3万。在去年夏天，我做了一期如何做简历的视频。视频的结尾我说，如果点赞过3万，我就把他们拉来做一期看当年老视频的社死 reaction。所以今天，他们来了。Friends are there for highs and lows, they're anywhere, life ebbs and flows. When I'm with my friends, I'm not alone. 跟我说小鹿长大了。从我们4个住在一小区里，像刘云行一样腻在一起，到我们各自成家，已经经过了13年。而在这一期当中呢，我们将用当年大家在电视台出镜的画面做一期 reaction， 当场出席。让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我们吧，攻击我们吧！哎，就这样很好啊，刚刚很好。可以。在正式开始以前，用几个快问快答认识一下他们，顺便考验一下我们的友谊。我们每个人要快速的回答右手边人的信息，如果答不上来的最多的人，就先看他的出镜。年龄35， 35，职业，你现在干嘛呢？主持人加金融女，教育行业，早就不是教育行业啦。先看他的出镜，最简单。主持人，最没换过工作10几年。最后一个看我，多种职业。我觉得四平的职业就像Chandler的职业。媒体人、民宿老板、见习中医，骂谁呢？斜杠中年，N 多斜杠，UP 主，知名 UP 主，广告导演，歌手。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大学。我来说，工商大学。 No， 北京建筑大学，工商管理。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福赛。生日7月18。 5月31。3月23。差1个月。2月23。哦，2月23。哎呀，大学专业播音主持。播音主持。建筑。刚刚都说了。工商管理。对，伟伟先看伟伟。在老视频社死开始前，让我们先把时间轴倒回到我们相识的2011年。整个世界都像是在等待被打开的一本书，谁也不知道下一页是怎样，充满了新鲜和好奇。 GDP 总量超日本跃升世界第2。那一年微信诞生，世界人口突破了70亿大关。日本发生了9级的大地震，英雄联盟国内上线，哈利波特完结，甄嬛传回家的诱惑横扫收视率，阿黛尔发布了21亿。同一年，姚明退役，凯里欧文成了状元，乔布斯去世。那一年，在结束了4年的大学生涯后，我们4个毕业了。那第一个登上电视荧幕的就是伟伟。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今天呢，就是元宵佳节了，天气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应景了，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还有江南一带，雨雪天气呢会暂时的停歇，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回升的幅度也会明显的增强。那之前那种潮湿和阴冷的感觉呢，会暂时的得到缓解。伟伟，这儿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校花、什么节还是什么奖，粉丝尾随。你要刚有微博，你的后援团到那儿就是私信我们，说你跟他们什么关系什么的。哦，是吗？对啊，当网暴了，因为这个。这个秘密今天才说。哦，是吗？那你承受太多了。对，今天晚上你请客吧。确实。好。哎，所以你中间也减不了，你的难度就在于必须一条下来。年轻那会儿记性好，都是背。没有提词器。没有，我到现在都是。这都不算雏形。对。哦，唱歌的都有哇。什么？唱歌的那个多美呀！什么唱歌的？头发甩。谁让你把这个给我拿出来了？过分！今儿录完了就吃3会儿饭了。温柔暴风雨，他现在是中央电视台气象播报员。开始你的对口型表演。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眼睛好大，这谁上的？不奇怪，跑车却是为了爱的高姿态。能不能停？不是，我可不可以解释？这个是有节目效果的。当然有节目效果。我们平时在 KTV 经常唱歌，是不是？就是我要好一点点。
小鹿呢，他是我们组里边这个篮球的铁杆粉丝。这个好介意一下咱俩的。哎，我都没看过这个。那么你看了昨天的比赛，你觉得中国队表现的怎么样？昨天中国的表现是非常的让人振奋的。那么易建联打得也非常的好，全场拿下了30分，12个篮板。我就记得你当时一直问我易建联打得怎么样。我问了吗？那么就是那个易建联的表现怎么样？你看易建联打得怎么样？不过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姚明这届是作为我根本没搭理你，我赶紧说别的事儿了。啊，龙年呢，这是个集锦啊，也是随处可见。我现在呢，哎呀，这可以啊，这可以，这可以，可以。出境完直接舞龙。这里是首都机场的 T3航站劳钢，我从工作人员这了解到呢，目前前往四川的航班呢是一切正常。还别说，挺正经，真的，头发真多，真的很像个记者哎，完全不像他平时的样子哈。这个我记得是当时我拍的。视频下了一个是凌晨的3点钟，那么城市呢已经是渐渐的睡去了，但是在北京的西南角，咱市民的果盘子、菜篮子、辛巴蒂。那会儿我有个外号叫什么来着？辛巴蒂小王子。大家那会儿拿的都是，比如说跑房地产口的、跑汽车口的、跑证券的，都拿这种各种各样的礼盒。我的话，辛巴蒂给我一堆菜，拿一兜子蒜。不是新记者只能跑这种口。其实是取而代之的呢是蒜你贱，像我身边这么好的蒜呢，搁往年您买1公斤都得花8、9块钱，现在呢您花3、4块钱就能搞定。您花3、4块钱就能买到了。我这还是头一回吃到热乎乎的驴打滚，而且呢和平时吃的这个豆沙馅的驴打滚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炖豆泡啊、炖羊杂，一看就让人很有胃口。一碗非常正宗的鱼圆仙草冻呢就摆在眼前了，吃起来呢。你为什么到处吃啊？就感觉我像一个吃货一样，比着上一条，然后明显小脸都吃圆了。怎么全都在吃？为什么都是吃的呀你？就感觉我一直在原材料加工、原材料进货。然后上桌了。你们俩谁产业链？炸着酒，我现在呢就来尝一尝。一点也不烈，带着。哎呦呵，不大好喝吧？我 get 到了那个微表情。哦，这已经升官了，慢慢也不是升官了，就是到演播室里了。谈着文化呢，一起跟随我们的记者去龙潭湖公园体验一把。我现在一起跟随着我们的记者。你在船里干嘛呢？不是，这个最搞笑的是，一起跟随着我们的记者，结果还是自己啊。看来呢，跟随记者一起去体验端午，重现老北京的民俗文化。我知道，我现在呢是在。全是自己，全是自己。就是自己嗨呢，预算不足，打预算不足。你们还有出国的？这是我自己拉的项目。为什么我一直去辛巴蒂，你还出国呀？天哪，我感觉我跟马晶根本不是一个工作。今天是房屋登记网上预约的第1天，也就是说呢，从今天起，市民来这里办理业务就不用。我头发也挺厚啊。对，还可以。哎，他这会儿头发好像那个蒙 Kiki， 是不是？像不像？每天都出来打鱼吗？每天都。这个时候还有点像陈冠希呢，这会儿。这会儿现在像谁？现在国庆。蔡国庆。我刚在这个船上待了半个多小时，我是刚吐完，晕船了。都能出差啊，你们？我也出差。只有你每天在辛巴蒂。你们都能出差啊？这些青涩且不堪回首的出镜，都是我们在镜头前的假正经，他们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面。那时的我们在生活中和所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一样，对世界充满好奇、贪玩且热烈。那从毕业到成家，我们留下了不少的照片，而又很好奇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些瞬间发生在哪一天。咱们播到一个场景或者一组照片的时候，我们就要商量好给出一个比较精准的时间点。这个很难啊，太难了。然后谁的接近谁就赢。那你准确的答案你怎么知道呢？在 iCloud 里有时间信息，就是有一个手机备份就在云端嘛。换了手机也没事哈。对 ，iCloud 出现那年，2011年就是我们认识那年。哇，这时间点匹配了。对，所以其实就还好，要不然的话就都忘了。2个人一组，我觉得我和思平吧，好不好？那我俩吧，没问题吧？第一组照片哦。哎呀，我们那时候好年轻哦，对呀，真的是。2012年6月20多号吧。为什么你怎么看记得应该？因为我记得就是在我过生日之前我们聚了一次，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认识的第2年，所以是2012年。对。
哇天哪！还喝啤酒呢那会儿能，现在连啤酒都喝不了，那时候只能喝白的了，现在都喝不下去了。这是我哥结婚，哇塞，我这头发饭量多也不能这么造啊，这得半瓶发蜡。这我哥啥时候结的婚？夏天。你哥结婚你都不记得？你是亲弟吗？我怎么能记得呢？9月9号，咱哥结婚我还记不住吗？还真的对了。咱哥结婚上面有日期。哇，帅啊！这脸瘦的。那会儿拍合照，你还能在前面拍呢。对，现在都我2公里以外的。2公里。哦，这是我出国前，14年初我出的国，应该。 13年12月。哦耶，差不多。差不多。15年12月。 15年12月。 15年12月。哦耶！24年的2月。耶。19年5月31号，要么就是19年6月1号。耶，赢了。2018年6月2号。这么厉害呢？19年12月20。12月31，差不多。我张欢加入了。14年的冬天。冬天。 10月。冬天。这是他们。不止10月了。别跟他们说。这是我们猜的，我们猜的。不是14年，15年，肯定是15年。 15年了。为什么？那羽绒服是我俩度蜜月买的，那肯定是15年以后。对，12月。 14年10月。你看，我就说14年嘛。你不是度蜜月15年买的吗？记错了，我15年是我闺女出生。这个没我，这你应该得发挥了。4瓶要答错就。那真的，你因为我闺女15年出生嘛。你要答错了，真的。16年1月。错。 16年3月。啊，3月了。差不多。差老多了。认识米老带米老去的，那得7月份。6月29，这不就是7月份吗？19年3月。18年11月。对，是的。其实就差几个。差得老远了。差老远了。算不赢吧？你们已经做了很多题啦。哎，这张是我拍的。联手。夏天口罩刚放开一点，能出来聚餐了。哎，那会儿是我状态最差的时候，就是刚开工作室，压力已经很大。他是那什么，他挠一下头，对，一挠一下头，一开始天黑掉的全是头，对，还没看着，然后就是以为是渐变色，就说是什么东西，然后一看，哇，全是小。还挺吓人的，当时我看的。你们就心疼了我好久。现在没事了是吧？现在好了。我是觉得就是陆米仓的人真有帮到我。就是想让这帮孩子成长起来。此处有掌声，真的，掌声送给你们。咱们的友情为什么这么牢固呢？就是有一种能接住每个人的喜悦，还有每个人的不愉快和抑郁。我给你们都分享过，就是我当时生完孩子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精力都不是很好，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我就想到绿皮书里边说的，就是人有100次坠落的时候，但是你的友情总会有101次把你打捞起来。只要我们4个。坐一起就又回到了22岁的感觉，还是那个感觉。22岁、21岁的时候那个夏天，感觉没有变。一起成长起来的朋友总是不一样的，在一块吵吵闹闹，神情里还都是20岁时意气风发的样子。在三里屯的红街，在三里屯喝路边上喝多了，因为那天去哪儿都没地儿，我们就说去哪儿都没地儿，没事这多好，只要有大家在，去哪儿喝不是喝，就在马路牙子喝了一晚，就喝了一晚上。 6月21年6月 ，OK， 终于赢1分了吗？答对啊！这是哪天呀？这哪天？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哪天呀？这哪天呀？23年的。完了，猜月份就行。完了！当然要精确到日了，这么重要的日子，小时都应该记住。11月16。咋回事儿？你俩咋回事儿？最近这个，没了。没对上焦，其实这张。挺好的，有一种多好呀，挺好的，可以。你看，就是始终都在的人，对，都有哪些？不翻看这些时间线、照片，可能好多的瞬间就被这么稀释掉了。对，就忘记了。就有些事儿，其实我们就被你们俩忘记了，我们两个一直都记得很清楚。我俩就是电子版的 iCloud， 人肉版的 iCloud， 能写。哎，这些照片我都特别想要哎。我们这样，我们在这边开一个共享相簿。直接点新建一个共享相簿，然后我可以把你们都加进来，同步在这儿，然后你们在这里边添加任何照片，我们3个人都能看到。我添加任何照片，你们3个也都能看到。好的。行吧，你不会开对不对？我会开，但是我好像我的内存特别。为什么有的时候照片会糊？会不会？对。其实那是因为他把你的照片上传到云上了。哦。代理文件相当于是。对。那你想调用这张照片的时候，你点一下，它会读，再下载下来，它就是原图了。那个不是说他的照片糊掉了。明白。
仅靠自己无法保管所有的记忆，幸好科技可以。北京太大，大的就像这个世界的缩影，即使在同一个城市相聚也并不容易。我们先后进入了不同的人生阶段，各自的朋友圈也出现了新的面孔。这张友谊的沙发，人来来去去，但似乎也并没有过于拥挤。慢慢的人开始，你看我拉着 Jeff 张晨，对，然后你拉着大捞，慢慢就，然后壮大他拉着张欢，壮大起来了。对，然后后边我没几天认识的米老师，对，没几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你看那会儿喝多了大吧？我们愿意对新的来者敞开界限，因为他们是朋友的挚友，也就同样对我们意义重大。友情的盘根错节也使我们的连接更深。成年人最稳定的友谊生态是一个圈儿，共享过去，同步更新现在，才能在去往未来时和朋友们步调一致。而陆米仓也有不少在大城市打拼的95后、00后，和10年前的我们一样，不少也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关于工作、同事关系如何生长成友谊，他们也有一些问题想问我们。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是在电梯里？我记得特别清楚。你是比我早来一点是吧？早来几天。早来几天。然后我进来之后，当时领导跟我说，第2天就要进配音间。当时是下班了，我有点紧张，我不知道配音间在哪儿，不知道配音设备怎么样去调试。然后呢，他和另外一个女同事出来，就问我说配音间在哪儿？那个女同事没有搭我的话，她特别温柔，热心，然后流出了那个标志性的14颗牙。他说：“我带你去。”14颗牙，我带你去。然后他就带着我，然后给我指了路，因为那个地方还挺绕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你在自己的单位已经工作了好久了，可能已经温水煮青蛙了，那份热情早就磨没了。如果有新人问你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帮帮我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多一些帮助别人，多给一些善意因为和温暖，那对他们很重要。这是命定的。这个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权相交，权轻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我说以心相交，它除了有感情，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认同感。我们4个人之所以能够走那么长久，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很多它都是同频的。还有一点就是要偏心，我们可能2月没发过一条信息了，然后一见面，他说。我跟你讲，我遇到一个什么人，这事儿我跟你讲，上来不用寒暄，谁对谁错不重要，对，你是他的人，对，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要偏心到死。后来发现这事儿好像真是他不对，你也不能怂，在外边也一定要坚定的站在自己最好的朋友那边，然后过了半年你再说那回那事儿是你不对，你不太对啊，有一说一，有一说一，你不对啊，这是我的原则，就是对你们没有原则，对，真的是这样。好了，这就是属于我们4个的故事。其实想拍很久了，我从去年这个时候就开始约你们，然后大家知道，就把我们4个这个三胎，这个家里有娃，然后这个每天3、4点上班，因为要播天气预报，就把4个人的时间都凑在一起，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所以记得在这里给我们一键3连，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一键3连呢，记得给我们一键3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不妨翻一翻自己的云端的相册呀，像 iCloud 呀，我们当时是叫人人网还是校内网，就是像类似这种相册，把你们觉得自己跟自己最好朋友的最重要的一张照片可以分享到朋友区，讲出你们的故事，我们也会选出好玩的经历，然后送出陆米仓一点小礼品，好吧？来，最后合一张，来，3、2、1。哎，你这照片给我们呀？我加到那个共享相铺里，好吧？咱们再去喝一杯，一会儿我其实。旁边就有一家店，我得哄娃睡觉，我得带孩子回去，今天不早了。那咱们走，我们先改天吧，改天吧。刚好明天我也是。没事，先回去再罚呗，改日再喝。改天再喝。改日再喝。你呢？我早班啊。又早班？对呀，那怎么办呢？好。转个圈，要回家喽，云朵向天边，要天黑喽，你在草垛旁，数着时间，看着天边，
长大太远了。集团增设的临时客车已经取代任务，达到了高速公路的通车标准。比起看我身小后楼，皱纹赛容颜。说完了大马呢，我现在又骑了一匹小马。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这是一个文化的节日。那么在升起了丰富这文化遗产之后，放过青色不在了，我的勇气啊，藏起来了。这个阶段，比如说在湖南、江西、上海还有广西、广东的不少地方呢，都是出现。我的伙伴啊，龙年呢马上就要到了，这龙的形象也是随处可见。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等待着0点以后加入。一眼倒数3下，指向最会摸鱼的人。最会摸鱼，我们都不是摸鱼的人。我们都不摸鱼，我们都可认真了。来吧来吧，3、2、1，可以睁眼了吗？可以睁眼了吗？天哪！太谦虚哇，太棒了！这就是我们的默契呢。我们都希望对方摸摸鱼，因为看到对方都很辛苦的在活着，有种过年回老家的感觉。对，拿着年货是吗？朋友是我们人生缓存、中转站、止痛片和休息的沙发，是被完全的看见和接纳，不遗忘。友情就是友情，永远不会是爱情和人生的 backup。我们也一定相信过，朋友就是天长地久，永远在场。就像我们也曾相信，那所公寓将永远热闹，但他们终将败。Okay, should we get some coffee? Matthew 在第10季最后散场时临时发挥的那句 Where 是把专扎成年人的刀，因为咖啡馆的布景已经拆除，再也没有老友记的公寓可回了。正因如此，记忆才需要珍藏，只要记忆还在，我们就能回到最初。相信每一次奇迹般的不谋而合，都将指引我们最终会走入同一个咖啡馆，相逢在那张橘色的长沙发上，一次又一次。